最近有什么造型感觉特别的美啊？是刀锋的极光吗？感觉上这个造型是窝窝第一个买的最贵的造型啊。那之后的是樱吹雪吗？这个造型也很美啊，可是这两个造型感觉有点久了啊。那是叶娜的性感游戏吗？美是美，可是真的贵。昨天才花了700点买了一个盛典，竟然有这么好的造型啊！艾米丽也有性感游戏，这一把就让我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英雄在现在这个版本全保留之下，打的对线被他队友骂，一踢谁都受不了，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中路集结，哇，直接打对面艾米丽动也不动，开启大招把他收掉，再一踢就把对面兰多1/4血没有了，再一个一技能，直接0换3。看到对面的艾米丽一个2技能加闪现打过去，完全不怂，他踢我们进去一个1技能保命之余，还把他收了。这里看到对面这个艾米丽，我们血量超级的残，要怂吗？不用，对面控制直接把他人头收掉。看到又是艾米丽，直接又来一踢，把他人头收掉。那这里对面的这个中路赶过来，想要收我们的这个打野啊，不会怂，救我们的打野直接把他人头收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艾米丽性感游戏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艾米丽这个英雄，或者是玩过凯撒路，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这一次呢，窝不得不说，这个造型的手感呢，真的是很好。用艾米丽呢，以前感觉就是卡卡的，那有这个造型之后呢，真的顺了很多的感觉，而且呢，还是很便宜啊。这个是盛典里面的。那我感觉呢，就是花了700点啊，就有了一个艾米丽的造型，然后有一个伊耿式的造型，而且两个造型的手感都很好。那我之后也会出一个伊耿式的新造型，还有呢，这个版本该怎么玩伊耿式、怎么接招的一个实战解说。那这里我们看到对面的艾米丽，直接不怂，一个1技能还速，一个瞬移2技能打过去，不用怂，越塔把他人头呢一个飞镖就收回来，顺便是回血啊。那兵线呢就不要浪费，直接把它拿掉。可是拿掉之后，就不要再继续的推塔了。很明显看到呢，对面的兰朵还有对面的中路也赶过来了。那这样的话呢，就要放掉这一波，要不然的话呢，对面就会做成一个反杀。那这个造型在盛典之中呢，还有一个窝窝啊，之前出的那一部上一部影片的这个莫托斯的造型，那也是手感十分的好。所以说实在的，这一次感觉没白买这个我们的盛典啊。这里直接看到对面的这个艾米丽，哇，他抢的这个领导，我们直接开大，把他打成一个1格血之后，看到兰朵过来就不要再深追了。那可是呢，这里还是可以消耗他一点血量，如果他要往前就马上踢上去，没有所谓的。可是到了现在这里就不能了，就不能真的，为什么？因为对面的达尔西消失了，就下来了，肯定90%的机会下来，绝对不该打了，3打2，即便对面是残血的一个状况。这样的进场的方式呢，绝对是一个下水饺的。如果我们也进场，不能够进场，那所以呢，如果我自己玩中路的话呢，也会注意到自己的对线又或者其他路或者对面打野有没有消失的一个状况。这里那么多人想要压我们的这个塔，先躲过他的大招，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有大招扣着，一个1技能飞过去开启我们的大招，对面3个人想要压塔吗？我们只有一个辅助跟着过来，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达尔西也赶来了。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已经很残血，那还要再进场吗？绝对的
看到机会一圈，马上搭配队友，直接把对面艾米丽的人头收掉。这就是一种观念，因为呢，我们是很残血，可是很清楚我们的达尔西是有大招的，他大招还没用，记着他的大招，这个时间点啊，他还没用，刚刚用完之后复活一轮之后，他还有大招啊。那他有大招的话，控到对面的艾米丽，我们就能够直接打他不怕，因为他没有清醒啊，附近他也没有辅助，那一控到我们就能够打他。这里艾米丽想要跟我们打啊，看大家的这个血量谁消耗的比较多啊，一个一技能回血再踢一个。那艾米丽呢，在这个时间点，她的这个发育和装备还没有成型啊。到了后期，我们的出装就会比对面中后期就会比对面夸张的许多。待会就能够看到啊，我们是玩到对面的艾米丽有点惨，我会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被队友骂了，玩到他被他队友骂，这里直接把他人头收掉，一个踢上去啊，伤害是很够的。那为什么到了后期我们会很痛呢？这里我们一个 A 技能，哇，这里不能够不救我们的打野小兄弟，把对面的达尔西直接反杀。这里我觉得呢，应该有80%的这个小兄弟呢，就是 80% 的小兄弟呢，可能都会觉得哇，这个打野已经一滴血了，然后很容易被对面达尔西呢打的我们一个水饺。其实不是的啊，对面达尔西的技能已经用完的话呢，我们打他就会很痛，而且我们的招还有。在这个时间点的艾米丽的达尔西还是可以把它切的，而且我们有灵帝，只要我们2技能把对面达尔西控制，让灵帝在草丛刷洗他的被动，然后输出的话，那他就很惨了，对面的达尔西绝对能够收得掉的啊。那为什么就是会有像这种判断呢？其实很大原因就是自己呢本身也要对这个达尔西的蛮熟，会玩一个英雄呢，不只影响你这个对那个英雄的熟练度还有你对线的这个容易度。这里看到对面这个艾米丽有点不痛的状况，没所谓，把它收掉之后，再把对面这个兰多，哇，这个血量再收一个，做到一个0换3。所以说呢，艾米丽呢切后排的这个实力是十分的强的。在职业联赛之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艾米丽呢她的一个出现。那其实艾米丽这个英雄我是十分的喜欢用的，因为她的技能组方面呢，使得她走凯撒路，对到什么英雄，她都基本能够应对。而且呢，她对于后排的一个威胁性是很大。那这里这个蹲点呢，其实就是目的要看这个兰朵到底往不往这里继续推这个长线，这个兵线。要是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把它收了，蹲的神不知鬼不觉。那如果他没有的话，那就没所谓，我们回头再把这个兵线直接整理。那所以有时候呢，大家可能看职业联赛，哇，这个怎么蹲点对面会被切？因为对面根本不会想到你从那里出来的，只要对面一个走那边就没了。这里我们跟对面的艾米丽直接打到他3成血，打到8成血，再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即便队友刚刚不来，还是绝对能够把对面的艾米丽单杀的。这个就是你出装方面的一个心得我们在出装方面这个时间点已经是有一个暴击了。那这里对面刚好大地求饶，那队友呢直接被蒸发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刚刚也被包住，那就没办法了。线上这一局唯一一颗人头那我们呢这个英雄，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环，各位小兄弟可以记得，这个英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把圣剑先出之后再出破阵呢？是因为他的暴击伤害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没错，2技能的强化普攻打上去，即便没有暴击也很痛。可是如果有暴击的话，伤害是逆天，会差天共地。没有暴击的他呢，伤害就跟一般的凯撒路英雄差不多有就不同。这里我们小兄弟呢上路竟然想要偷塔，
我心想，这个时间点装备刚起来啊，你就要偷塔，对面中路想要回城，我们不让他回城之后，直接就偷了这个主堡，赢了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